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钢铁浪漫制造所的一个盖塔机器人这个叫什么？盖塔赤鬼超级列传啊！这边是一个正版授权产品啊，盖塔50周年，盖塔老婆15岁。年龄的一个限制，正面可以看到这次玩具盒子有个开窗以及玩具的一个官图啊，眼睛是修了下，它本身是没有眼睛发光的功能的。这边呢是它有3个盖塔战机的一个造型，没错，这次它的一个卖点呢就是可以还原3合1的一个噱头啊。侧面是它的一些设计元素。这次呢，它是把盖塔机器人们和日本它那个传说里面的鬼或者说这是神怪进行了一个叫什么融入了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以及它会有一些日式铠甲的风格。既然叫赤鬼嘛，它肯定赤鬼这个是主打的，所以说呢，它并不能还原出盖塔2号和盖塔3号的一个情况啊。背面的字样呢，也都是日语字样但是有江湖传言说，这个钢铁浪漫制造所其实就是铁工厂的一个马甲分身就不太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但是这款盒子上来说呢，包装上是挺用心的材质看着挺结实。盒子呢基本上就看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吧。好把玩具从盒子中拿出来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盒子里呢还会有一份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呢也是一个彩色印刷。步骤还算是说的蛮详细但是因为它这个都是一个面平面的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需要认真仔细看的，才能好好的把玩。然后配件方面呢，它首先会有一个披风3片结构有渐变色的涂装，但是它连接的关节是轴关。这个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展开之后呢，它没有办法调整纵向的一个角度我很好奇为什么这边不用球关我觉得球关的话效果会比这样一个金属的一个轴关要好一些。现在的话你让它要展现出一整片的一个态势的话，只能合拢的一个形态，如果一展开的话，它就会很明显的分片算是个缺点。安装起来也是非常方便，这边一个方装把鬼面之后这边一个凹槽相结合再盖下来呢，它基本上就能够有一个安装的穿戴披风的一个形态。但是呢，因为披风的一个重量关系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容易倾倒站立的时候要注意把控好它的重心。手型方面呢，它分别给了开掌手和握持手2对除了默认的握拳手之外呢，就是这2对的造型手了。握持手这边呢，它握持武器的话呢，是需要把这个武器的握把呢进行一个插拔之后握进拳头，再把它怼回去。整个握持的紧实度还是非常足够的为什么我不把它握进去呢？因为担心会有蹭漆。这款玩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蹭漆比如说像手型这块，你看和肩胛接触的地方，它明显有红色的蹭漆，这个就擦不掉，很难受然后这个斧头呢也是有一些小问题，它是可以拆成3部分，再还原成小飞机形态呢，分别给113号机进行搭载的。但是拆分之后呢，它顶部这个给2号机搭载的这个部分就非常的松阻尼感非常的差，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它结构也不是很复杂，我觉得也是应该变到位了，因为它其实是2边它的缺口大小是不一样的，也不会存在一个装错的一个情况。因为另一端斧柄部分呢，它就结合的非常的一个紧实，但是在
斧头方面、头部方面它就很容易松，这个阻尼感非常差。我不知道和伸进去的这个部分的结构角度是否有关系，但是这个角度和这个斧刃部分它是锁定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调整它，所以说就玩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样子。然后有一个副甲的一个替换件，这个副甲替换件可以替换掉腹部的这一块装甲，然后就可以安插它的这个盖塔射线的特效件。这个盖塔射线特效件呢，也是2部分零件来结合而成啊。它是有一个防呆机制的，这上面会有一个凸，这里面呢一头是2个洞啊，一头是缺口，你要对准之后插进去呢，它才是正确的一个安插方式。然后呢，它末端的孔洞呢，结合腰腹部的那替换件呢，可以还原出腰腹部盖塔射线发射的这样一个造型。另外呢，它就是变成分体成战机状态的它的部件，飞机头和它的轨面，在包装中它是分别以拆分零件的形式来还原的，就是说它可以单独展示出这样一个轨面的一个造型。这款原色版本呢，这个2个轨面造型呢，就是没有办法安插。如果你买的是之后推出的黑盖塔版本的话呢，这2个轨面呢是可以和它背后的一个轨面，就是通过连接件方式呢进行一个组合的，这会稍微好一点啊。现在情况下呢，这2个23号机的一个轨面呢，它就是等于是富余零件啊，和机头呢都属于在人形状态下没有办法进行展示和收纳的一个状态。剩下的部分呢，它主要就是这个地台和支架连接件了啊。支架连接件通过不同组合呢，可以还原出3架小飞机飞行展示的状态，以及人形状态下结合展示斧头立在这边的一个造型。地台上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印花，就是这次的一个产品系列名嘛，超机列传。但是这个地台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一个零件收纳的空间，而且这边的接口呢是一个磁吸还是非常牢固的。虽然说空间不大，但是收纳一些手型配件还是可以的你是不用的手型和小的支架零件呢是可以收纳进去，但是轨面呢，大家刚刚看到收纳1个之后呢，就基本上是满的一个状态。怎么说呢？有总比没有强啊。虽然它这个支架后面部分其实应该还是有蛮大空间可以利用的，但是它并没有，就很迷惑它还有个支架零件插在它的裆部了。对，人形状态下呢，靠这个底部的一个孔洞结合支架来进行一个站立的一个展示。好，到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造型吧。披风呢，我们可以先取走，到时候看背部造型可以更清楚一点。整个人形高度的话呢，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变形金刚现在地质的一个高度吧。如果和高达模型相比的话呢，就和现在的 H 级这样一个角度，和布鲁克的小的变形金刚呢，新城版是这样一个比例高度呢是在15公分左右的一个身高。整个全身上下的它的一个分色呢还是做得不错的，像这种金色的一个小点缀呢还是蛮好看的，包括它一些绳结上呢，它都做出了一些点缀这个绳结呢是一个相对偏软的一个塑胶件，而且在红色部分呢，它都有一些渐变的一个涂装体现出了那种厚重感。但是呢，这个还是那个问题，它蹭漆呢是会让人比较心烦的一个点，因为它毕竟是一款可动玩具嘛，你总要把玩，总要掰嘛，而且它的一个造型关系盔甲武士这个各种把玩起来它的干涉度还是蛮大的，在白漆上蹭到各种颜色蹭都会有一些难受脚趾部分呢也会有一个深色的一个渐变涂装有一说一，颜色用的还是蛮花心思的金色渐变毫不吝啬，
头部呢，它是有一个瞳孔的一个涂装的一个盖塔，更像是世界最后一日那种风格。背后呢，就是1号机呢，它是有这样一个鬼面啊，嘴呢是有一个可以像张开一样的一个设计在啊。虽然说它是1号机，大的鬼面只有一个，但是在它身上也可以看到其他2个机甲的一个面具元素，比如说3号机的鬼面呢，就是它的一个腰甲部分啊。2号机呢，它其实可以看到在它背后脊柱部分呢是2号机的一个鬼面，还算是元素用到了极致啊。可动性方面呢，它抬头这样一个角度，低头可以利用它的一个关节呢，达到这样一个幅度，不用后面这个脖子的一个穿帮关节的话，那它就默认你的角度是如此之般。左右转呢是360度可转，它背后虽然有一个武士的盔甲的一个帽檐，但是这块呢是可以有可动的啊。打开可动之后抬头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角度的。肩膀这边呢，它会有蝴蝶关节往外拉，但是这个关节呢是有一点点紧的，而且因为它肩胛关系在，你拉得太外面的话呢，会在造型上有穿帮，而且本身这块呢，它后面的遮挡件呢也是不太完整的，几乎是没什么遮挡，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除了你借角度拍照之外呢，这块的美观度还是很一般。手臂平台啊，你哪怕这个肩胛在呢，因为肩胛也是和后背的连接相连接的啊，平台还是可以超过180度。然后上臂的一个旋转呢是有360度旋转，但是非常的紧。手臂旋转的360度也可以，但是会和后背的零件呢有干涉，呢还是小心点啊。这个红印子时时刻提醒着你蹭漆的一个风险。曲肘部分呢，利用双段关节呢可以达到接近160度左右的一个幅度啊。肘关节呢稍稍有一点粗犷，但是作为一个分体合体机器人呢，这个也算是可以接受。手臂小臂部分呢，它的一个握部的尖刺呢是可以单独平转的，手腕部分呢也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旋转可动。替换手线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装插拔就 OK 了，阻尼感还是不错的，有一说一。腰腹部的可动呢，它左右转侧腰是在胸腹部这一段，然后弯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幅度，但是背后呢可以看到它的鬼脸也没有很大的一个穿帮位，所以它弯腰这个幅度还是蛮不错的。挺胸部分呢，它就几乎没有了，几乎没有挺胸的一个部分在。腰的旋转呢，它是非常紧，它是在那个这样吧，分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在这个腰部和胯部这边呢是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关节，转起来呢就非常的紧啊，几乎是转不动啊。我这边你看就要非常紧才可以左右各转大概是45度不到一点的一个角度。这段关节利用起来其实是非常不太顺手的，而且因为大家也看到这边的合体分离的一个关节呢，它是通过滑草来固定的，所以很担心我用力掰它的一个腰部关节的时候会损坏当中的一个合体零件，其实还是蛮担心的。在它的一个腰部呢，它是有一个裙甲的一个设计，前裙甲呢它是可以单独向前翻起，然后侧裙甲呢它是除了可以侧翻之外呢，连着它像腰带部分呢零件和后裙甲连接呢还是可以进一步的上抬，让整个胯部关节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幅度。后裙甲部分呢它也是可以独立后抬的。打开到这样的程度，大家就应该可以理解到它的一个前踢可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这边整个胯部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前踢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它前踢你只要装甲避让开的话呢，前踢到90度是轻轻松松的。然后屈膝关节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幅度，大腿的平转呢也是有啊，但是因为它零件造型的关系呢，它往内转的幅度呢就是比较有限，它360度转的话呢就会比较困难，也不推荐。脚踝部分它会有一个不太大的不太大的一个前后接地啊，但是在侧边的接地呢，它是给足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在脚趾关节呢，它还是有一段单独一个踮脚关节。全身向下的可动关节呢，应该说它是该有的都给了。整个在关节位设置上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在各个关节的一个松紧度调节上，它可能会有一些参差，让你在把玩上呢不能有一种指哪打哪的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吧。人形基本上的一个可动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至于它的一个分离合体的过程呢，因为官方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而且比较不错的一个变形过程视频。我变形过程视频拍起来呢也不是非常的拿手，并不是我的特长，所以说呢这边就给大家省略了它的变形过程。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官方的那个变形过程，我只给大家最后变成飞机形态之后的一个状态来进行一个分享。经过了一些步骤的一个变形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3个盖塔3架的飞机的一个形态，可以通过附属的支架呢固定在这个地台上。怎么说呢？它这样一个造型虽然是飞机正常有的一个飞行形态啊，但是我觉得它作为这次卖点，每架战机上的这个轨面造型要有一个很好展示的话呢，我觉得做一个3架飞机往上飞的这种摆放模式，我觉得会更具观赏性一些。像横着摆其实会有一些自暴其短啦，因为它其实正面也好，侧面也好，都不是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角度啊，有一点点可惜。飞机状态下呢，也没什么可动玩点只能说是一个造型，而且这个形态下有一些零件是没有办法收纳到地台里的，比如它盖塔形态下的一个披风是没有办法收纳进去，盖塔实现特效件呢也是没有办法收纳的。就是说虽然这个地台有收纳功能，但是并不能完全收纳，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我觉得以它底部这个空间呢，你要再加工一下，或者说这个地台再做厚一点，把披风和特效件都收纳进去会更好一些。好，我们切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次的小飞机的一个细节啊。底部我们自然不多求啊，它这个看最容易穿帮的地方，它最好的一个观赏角度，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就向上飞行角度。但是不知道大家镜头里看的怎么样？我这边呢，它飞机头这边左右两零件，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色差的。它可能是它单独零件涂装的时候呢，它这边加阴影的时候没有调控好，就让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回飞机造型的本身最显眼的就是和它在人形时候在背后的一样的这个赤轨的一个面具，牙齿和眼睛呢，还有头上的绿色部分呢是一个分色涂装。尾翼这边呢，它是一个武器的一个零件这2个连接的装口呢，就把它想象成喷气口就可以了。整体来说呢，它从上面和正面的角度来说呢，还算是 OK 吧。放到一边之后，2号机，它的机尾部分呢就有一点点穿帮了这个空洞的零件位都是铺露在外面的，稍稍有一点点还是那句话，它最好的角度就是这样一个角度，但是呢这边2号机还会有一点空洞。面具这块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夜叉，脚和牙呢是银色涂装，眼睛依旧是黄色涂装，然后眉毛这边是蓝色吧，一个涂装分色。底部是这样一个样子。最后呢是我们的3号机，这个面具我觉得是有点像不动明王不，大家我说当然不一定对而且我对这块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凭印象的，凭以往的知识了解来蒙一下。如果大家有更详细的出处的话呢，可以通过评论或者弹幕来告诉我。最好的角度呢，依旧是这样一个角度，上面
相对来说呢，它作为飞行器的一个特征啊，比如说三角形啊这种特征会比较小，但是呢，它武器这边呢拆分成一个喷气口呢，算是它在飞行器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了。底部是斧刃啊，以及它的一个裙摆造型啊，飞行形态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盖塔赤鬼的一个打分呢，是可以给到一个3分的一个评价啊。为什么分数只能到及格呢？因为它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一个明显。它的优点就是它的造型外观是非常的能够吸引到我。如果你喜欢这个造型外观，它对你来说肯定是一款令人你满意的一个玩具。但是如果你想要把玩在可动和变形上有所满足的话呢，明显它是有一个非常让你难受的一个短板的，各个关节的阻尼感变形过程的这个繁琐和感觉呢，都会让这变形和可动的一个把玩体验呢，非常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仅仅作为它的一个合体形态摆放在那里呢，造型还是蛮不错的，有一说一啊。这款的一个售价呢，其实也不算太便宜啊，将近4张的一个价格，完全没什么合金啊，对吧？现在国模，在这个段位其实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产品在那里了。虽然说它是一个有正版授权 ，IP 版权费可能占掉一部分的一个成本，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偏贵的。如果你实在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啊，你要买一款的话，我会更建议买黑色那款，有更丰富的一个武装和更好的一个鬼面这个卖点的一个展示效果呢，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总体来说呢，我并不是很推荐大家以原价购入这款盖塔产品。这就是我把玩下来的一个感受吧。虽然说当时在 WF 上第一次看到它的样品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期待啊，但是实际到手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可以说它，就像疯传的那种评价一样，它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产品吧。设计阶段呢非常华丽，但落实到现实的产品上呢，就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让人觉得很可惜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录到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意见，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